有那么一个国家，明明家中藏金千万，却成了一种幸福的烦恼，不仅没有过上富裕的日子，甚至整个国家都差点被黄金拖垮。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关于印度的这桩怪事儿，我们还要从印度人的那些奇葩心理开始说起。我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愿意放弃身上穿金戴银。印度不是一个富国，根据世界银行在2010年出具的一份报告，印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2/3的印度人民平均每天生活费不高于2美元。但与之相对的，印度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国，以及第一大黄金进口国。光是在2021年1年，印度就进口了1050吨黄金。为此，印度政府付出了全年贸易逆差的1/3。这种鲜明的贫富对比，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印度买的黄金都去哪了呢？难不成印度人会吃黄金？事实上，印度人虽然不吃黄金，但却和吃了差不多，因为这些黄金最终都被供了起来。众所周知，印度教是如今印度境内的第一大教，80%的印度民众都是其教徒。而在印度教的教义里，黄金一直被视为财富与吉祥的象征，这就使得印度人对黄金的喜爱达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狂热。可俗话说得好，信仰是不能被消费的。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印度教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里，黄金便逐渐褪去了其货币身份的价值，转而变成了一种奢侈的贡品，只能看不能花，最终便形成了现在的尴尬局面。2011年，尘封了140多年的帕德玛纳巴什瓦米神庙重现天日。正如传说中这座神庙下埋藏着人类文明最大的宝藏一样，光是出土的黄金钻石价值就超过了5000亿印度卢比以上。但天降横财却并不一定都是福。在关于这笔宝藏的归属问题上，印度政府希望将其用来造福所在地人民，改善教育与医疗等基础设施。可印度教的信徒却认为，政府对寺庙瑰宝动手是对神明的亵渎。在他们看来，既然这些财宝是过去的人们献给神祇的，那么它就必须永远与神祇在一起。于是，在多方干涉之下，这件事情最终便不了了之。如今印度政府不仅无法使用这笔财富，反而每年还需要耗费巨资建立特种部队来看管，成为了一根硕大的鸡肋。帕德玛纳巴什瓦米神庙的故事并不是偶然，如今印度国内的许多寺庙都珍藏着大笔黄金，一些贫穷寺庙还只是简单的镀上几座金佛，而那些富裕的，例如著名的阿姆利则金庙，连墙壁的外围都包裹着一层层金箔。落日的余晖下，一座座寺庙金碧辉煌，宛如太阳一般耀眼。而在信徒们虔诚的赞歌之下，是印度政府日益沉重的负担。不过话说回来，除了被当成贡品固定下来的财富，那些在市场流通着的黄金，事实上也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它们的价值。在黄金年鉴的分类里，实物黄金消费一般可分为饰金需求、电子工业需求、牙科需求以及其他工业需求等。一般来讲，如果黄金被消费于后面几种类别，我们便可以将其视为物尽其用。然而在印度，超过 95% 的黄金消费都在饰金需求之上，特别是在结婚以及其他宗教仪式上，如果缺少黄金饰品，往往就会被视为不完整。除此之外，在印度社会，黄金饰品也被视为女人一生仅有的财产。按照印度传统，女性并不具备土地与产业的继承权，于是那些担心自家女儿婚后生活的父母，往往就会通过黄金首饰来充当嫁妆，使得女儿不至于在夫家受欺负。在一般行情下，印度嫁女儿至少需要携带116克，约合1万美元的黄金充当嫁妆，那些家境富裕的甚至还要达到10倍以上。但不管贫穷还是富有，这对任何家庭来说显然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不管是被当成贡品也好，充当嫁妆也罢，最终促使如今的印度空有巨额的黄金，却依然穷得叮当响，甚至整个国家都几乎要被拖垮。根据 IMF 的报告，在2019年底，印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飙升到了 GDP 的 74%， 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里债务规模最高的国家。随后，包括穆迪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将印度政府债务信誉评级调低至负面，而这些其实都在说明一个现实，那就是印度政府真的没钱了。按照金融发展论的观点，一个健全的金融体制是应该能够将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进而促进资本形成的。可通过印度的黄金市场不难看出，大部分印度人民并不具备投资的意识。据统计，在2015年，印度民间的黄金存量就已经达到了 2.5 万吨。由此可见，相较而言，印度人民显然更愿意把储蓄放在床底，或者捐给寺庙。对此，著名学者纳克斯曾表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贫困，往往就是因为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创造了财富无法实现资本形成，最终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的印度恰恰就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当然，面对眼前的危机，印度政府肯定是不会放任不管的。从2015年莫迪政府推行黄金货币政策开始，为了盘活民间的黄金储备，印度政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但结果呢？3年时间过去，印度野心勃勃的计划仅仅吸纳了20吨的黄金，也就刚刚超过民间黄金持有量的1/1000。如此情形，属实让莫迪政府尴尬不已。不过，熟悉印度的人一定知道，莫迪并不是一个喜欢认输的人，因此，尽管计划看起来漏洞百出，但其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在2019年扩大了政策的适用范围，允许寺庙、邦政府以及政府拥有的任何实体参与到计划中来。虽然这让不少人诟病不已，觉得莫迪是在向资本主动低头，但好在计划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说实在的，藏金于民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坏事。与印度的情况类似，日本从1994年开始就主动鼓励国家藏金于民，包括但不限于由金融机构推出适合投资者的黄金产品，如黄金零存整取、黄金积存计划等等。客观来说，如今印度推行的黄金货币政策可能都有些抄日本作业的嫌疑，但与印度的屡屡受挫不同，日本的形势却是一片大好。每次推出新的黄金产品，往往都会引得日本民众大肆追捧，甚至经常货不应求。这使得日本不仅不用苦恼民间拥有太多储备黄金，反而还减轻了官方的压力。在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增持黄金的时候，日本表现得不急不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在我看来，答案可能只需要2个字，那就是信任。实际上，印度政府制定的黄金货币政策，客观来看是有惠于民的，否则莫迪政府也不会直到计划3年受挫后，才像割肉一般将适用范围扩大。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人民并不信任政府。换句话说，很多人事实上是担心这些钱交出去，最后回不来的。毕竟，不管是从获得利息会被课税，还是债券有效期8年，第5年才可以被出售获取利息等等规定，怎么看都风险极大，像是刻意挖的坑。所以最终的遇冷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不过，正因为症结在于信任，想要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让利。如果真的有足够的利益可以拿到，那么区风险和信任就不成问题了。根据摩丹士根利日前的报告，从2021年1月以来，印度在 MSCI AC 亚太指数中的权重已经从 6% 提升到了 10%。对此，该机构评价到，印度长期以来展现出巨大潜力，现在正开始逐渐释放。在全球市场上，看好2024年印度股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尤其是在过去1年经历了美国金融急剧收缩的考验后，可以预料到接下来必然有大量国际资金涌入印度。面对这样优秀的市场背景，印度人民真的还能忍住手吗？答案或许已经显而易见。中国如此不遗余力地援助巴基斯坦，他们为什么还是那么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援助巴基斯坦，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能源项目，双边合作可谓是硕果累累。然而，尽管中国的帮助不遗余力，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却始终不见起色，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事实上，造成巴基斯坦经济难以改善的背后是3个根深蒂固的穷因。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素来被称为铁哥们儿，这种友谊不仅体现在两国的政治互信上，更落实在具体的经济援助与合作项目中。从道路到能源，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几乎覆盖了所有关键领域。例如，瓜达尔港的建设就是一个显著的案例。中国不仅帮助建设了港口的基础设施，还协助完善了周边的交通网络，打造了一条贯穿巴基斯坦南北的现代化运输大动脉。这一举措不仅使巴基斯坦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也为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机会。然而，尽管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遗余力，涉及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但巴基斯坦依然未能走出贫困的阴影。这背后主要是由于巴基斯坦的穷因。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挑战，使得这个国家难以真正专注于经济建设，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穷因。印巴关系的紧张是巴基斯坦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自1947年分治以来，已经多次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爆发冲突。每一次边境的军事对峙和冲突不仅消耗了巴基斯坦大量的军事资源，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印度的威胁，巴基斯坦不得不将大量财政预算投入到国防开支中，军费开支在巴基斯坦的国家预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军事优先的政策使得原本有限的国家资源无法集中于经济建设，
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困境。同时，阿富汗局势的持续动荡对巴基斯坦的安全和经济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而阿富汗多年来的战争和内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巴基斯坦，这不仅增加了巴基斯坦的社会负担，也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此外，跨境的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巴基斯坦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这些都增加了国家的安全负担，进一步挤压了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巴基斯坦还面临着国际反恐战争的复杂局势。作为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内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基础设施多次遭到破坏，经济损失不可估量。尽管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的反恐努力给予了一定的援助，但面对巨大的安全压力和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的经济环境依然动荡不安。反恐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安全困境，使得巴基斯坦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稳定和繁荣。综合来看，巴基斯坦所处的外部环境极为复杂且充满挑战。这些外部威胁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间接阻碍了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巴基斯坦的内部政治斗争犹如一场无休止的戏剧，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轨迹，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回避的琼因。自从1947年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在军政府与民选政府之间反复摇摆，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经济政策的剧烈变化和社会的不安定。在巴基斯坦的历史中，军方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多次军事政变让军方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在一些时期直接掌控国家政权。频繁的政权更替使得每一届政府都难以施展宏图，经济政策常常半途而废，改革措施无法持续推进。同时，巴基斯坦的政党政治也极具分裂性和对抗性，主要政党之间的矛盾尖锐，不仅彼此攻讦，还经常通过不正当手段打击对手。这样的政治环境导致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难以形成共识，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各党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中，而非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政策的不连贯和不稳定，使得巴基斯坦的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此外，巴基斯坦的地方政治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利益的不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导致许多重要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宗教因素在巴基斯坦的政治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的政治环境深受宗教影响，宗教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时常演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政府往往采取妥协态度，这导致了一些急需的经济改革难以真正落实。所有这些政治纷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制约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持续的政策支持。然而，巴基斯坦长期以来的内部政治斗争导致了国家发展目标的迷失，使得经济政策无法有效实施。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和不安定，使得巴基斯坦在获得大量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仍然未能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要走出贫困的困境，巴基斯坦必须首先解决其内部的政治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环境。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外部威胁和内部政治斗争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其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结构性问题，如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水平低下、人口增长过快以及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巴基斯坦难以建立起一个高效且包容的经济体系。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贫困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顽疾。基础设施的不足一直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尽管有外部援助和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支持，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远远落后于需求。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交通网络上，也体现在电力供应、水资源管理等基本服务方面。基础设施的欠缺直接影响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使得生产成本高企，企业难以扩展。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更是导致经济机会匮乏，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缺乏是巴基斯坦贫困问题的另一大根源。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教育领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整体教育水平仍然偏低。许多学校设施简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大量年轻人未能接受到足够的教育。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和知识，许多年轻人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难以进入高科技或创新性行业。
这种人才匮乏不仅限制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多样化，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其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快速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尤其是在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的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需要更多的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资源，而这些资源的供应往往无法跟上需求的步伐。这种供需失衡加剧了社会的贫困现象，也使得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的压力倍增。资源分配不均也是巴基斯坦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国家，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极不均衡，一小部分富裕阶层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难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机会和社会福利。这种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贫困人口由于缺乏机会，难以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又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面对这些复杂而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巴基斯坦要想真正摆脱贫困，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只有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教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才能为全体国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推动国家走向更加繁荣的未来。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但正是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是找到解决之道的第一步。